I entirely beg you, please. I have made the worst mistake of my life. 大家好，我是海岩。刚刚视频当中的这名美国小伙在朝鲜旅游的时候仅仅是因为他撕掉了一张海报，结果呢就被朝鲜判处了15年的劳动改造，其罪名是阴谋颠覆国家罪。经过小伙家人的不懈努力，小伙终于回到了美国，但这时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植物人。作为一名美国人，他为什么要到朝鲜去旅游？他难道不知道其中的风险吗？仅仅撕掉了一张海报就要被判15年啊，这到底合理不合理？是什么原因？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这名美国小伙叫奥托·瓦姆比尔。奥托1994年12月12日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出生，他是家里的长子，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奥托的父亲叫弗雷德·瓦姆比尔，母亲叫辛迪。父亲是一家金属加工的企业董事长，因为发展迅速，在2015年登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所以奥托的家庭是很富有的。奥托从出生开始就顺风顺水。奥托本身呢也很优秀，高中就读于美国百年贵族名校怀俄明州高中。他学业拔尖，为人和善，于2013年以优异毕业生的身份毕业。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被弗尼基亚大学录取，主修经济学和商学双学位，之后又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交流。老师对奥托的评价是说他是天生的领袖，同学评价他说他出身于商业世家，却只吃半价寿司的家伙。奥托虽然是富二代，但他非常的努力，而且呢平时和其他同学也没有什么两样。奥托可以说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富二代，父亲也将他看作是自己的完美接班人。奥托原计划在2016年到香港读1年的书，在这之前呢，20岁的奥托作为一个美国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奥托决定到朝鲜旅游。奥托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年轻人，作为美国人，他曾经到以色列、古巴、厄瓜多尔等地区旅行过。这次呢，他要去看一看东南亚最神秘的国家朝鲜。奥托在网络上找到了一家旅行社，叫青年先锋旅行社。这家旅行社的广告语是：这趟旅程，你父母绝对不希望你去的地方。对于长在温室里的年轻人来说，越是危险，他们越想去看一看，尝试一下。2015年12月29日，奥托踏上了前往朝鲜的旅行，而这次旅行却最终要了他的命。奥托这次去朝鲜旅行总共有5天的时间，从2015年12月29日到2016年1月2日。同行的还有其他的10名美国的年轻人。先是到了北京，再从北京飞往朝鲜的首都平壤。一群年轻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封闭的神秘国家，都非常的激动。他们好奇地观察着这个国度的景物，和孩子们一起在雪地里玩耍，在金日成广场上合影，在酒吧里举杯欢饮。这群年轻人玩得非常的开心。在12月31日晚，奥托和其他团友回到了下榻的羊角岛酒店继续喝酒，然后这群年轻人决定冒险前往酒店的禁区。羊角岛国际酒店是朝鲜的第2高楼，是专门接待国际游客的饭店。但是呢，在这个酒店里的游客需要遵守2个规定：第一，入夜之后游客禁止离开酒店；第二，酒店总共48层，禁止游客进入第5层。该酒店声称第5层是员工区域，所以禁止游客到第5层，而且电梯里压根就没有到第5层的按键。但是呢，越是禁止，越是让人觉得神秘，越想去看一下。这群美国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想法，他们通过消防通道到达了第5层，到达之后才知道这层就是普通的员工通道，墙面上都是一些宣传海报，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过去呢，如果有游客误闯进来，酒店的工作人员一般也是客气的将人给请出去。这群年轻人最终也被工作人员给劝离了。但是在凌晨1点57分，奥托独自一个人再次来到了第5层，将一张海报撕了下来。海报上写着：让我们强烈拥护金正恩将军的爱国情怀。随后呢，奥托又将海报放在了地上，
而这一切都被酒店墙上的监控给拍了下来。第二天，也就是2016年1月1日，一整天一切正常，奥托和旅行团又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2016年1月2日，就当旅行团在平壤机场准备离开的时候，机场却突然出现了2名警卫，将奥托逮捕了。当时其中一名游客还跟奥托开玩笑说，看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没想到一语成谶，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奥托。奥托自己也没有想到，撕掉政治海报在朝鲜是重罪，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而且作为一个美国人，去撕掉被朝鲜人看作非常神圣的政治标语，所以性质是更严重。在朝鲜对外发表的解释当中是这么说的：朝鲜没有任何理由对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罪犯大发善心。这次事件真正发酵的时间是2016年2月16日，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段新闻，新闻视频中就是奥托声泪俱下，祈求朝鲜人民的原谅，最终被判了15年劳动改造。国际舆论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奥托的行为如果是换成其他国家的话，估计也就是罚点款，没有被判刑那么严重。但首先到一个国家旅游，必须要尊重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奥托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去朝鲜旅游之前，导游肯定也是给说了很多的注意事项，三令五申的去强调这些注意事项，但很明显，奥托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严重性。其实在之前，有一名荷兰的收藏家叫威廉·范德比尔，他收藏了1000多张朝鲜的海报和邮票等等。2010年，威廉前往朝鲜，用了半年的时间买下了很多的海报，后来被朝鲜给逮捕，以间谍罪被判处了15年监禁。当时威廉已经66岁了，但是只过了2周，威廉签署了认罪书之后被遣返回了荷兰。但奥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威廉是荷兰人，而奥托是美国人。而且2016年是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和朝鲜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奥托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到朝鲜旅游，撕掉朝鲜人民视作为神圣之物的宣传海报，所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奥托的父母得知奥托被判了15年之后，多方奔走，想让奥巴马政府出面解救奥托。但当时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很差，朝鲜根本就不搭理美国。奥巴马政府不光没有帮助把奥托给救回来，而且还禁止奥托的父母和朝鲜沟通。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开始改善和朝鲜的关系，事情迎来了转机。奥托父母看到了希望，经过多方的协调，2017年6月，已经在朝鲜被关押了17个月的奥托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奥托的父母很快得到了一个让人绝望的消息，朝鲜方面表示奥托已经陷入昏迷15个月，也就是2016年2月16日，奥托被判刑之后不久，他就陷入了昏迷。2017年6月13日晚上，奥托被送到了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当时奥托被人抬着，鼻子上插着管，对外界没有任何的反应，已经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医疗团队表示，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奥托的脑组织大面积受损，很有可能是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缺氧而造成的脑损伤。于是呢，人们怀疑朝鲜虐待奥托，然而医生并没有从奥托的身上找到虐待或者酷刑的证据。奥托的身上的皮肤没有受损的地方，理论上安眠药也可以使大脑受损。好好的一名年轻小伙被关押了17个月就变成了植物人。他在这17个月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朝鲜那边的说法是，奥托被判入刑之后不久，接触了食物传播的肉毒杆菌中毒，服用了安眠药之后就陷入了昏迷，并且朝鲜向美国发出了一个200万的账单，说是奥托在15个月内在平壤的治疗费用，后来美国政府拒绝支付。6月15日，奥托的父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们表示他们完全不相信朝鲜的说法。奥托的父亲说，但凡文明的国家都不会隐瞒他的状况，不让他享受一流的医疗服务。朝鲜表示他们对奥托的待遇是人道的。朝鲜的发言人补充说，尽管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可怜一位敌国的罪犯，
但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我们基于人道主义向他提供了医疗护理，直到送他回国。2017年6月19日下午2点20分，奥托回国1周之后，在医院病逝，享年22岁。葬礼于6月22日在怀俄明高中举行，2500多人前往吊唁。奥托死后，奥托的父母开始动用各种关系向朝鲜给儿子讨公道，一个家庭开始向一个国家追责。奥托的父母散尽家财寻找法律的帮助，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动用自己的关系找政府的官员等等等等。通过努力，川普政府宣布自2017年9月1日起，美国游客将禁止前往朝鲜。已经在朝鲜的美国公民必须在9月1日之前回国，否则很有可能会面临10年的监禁。2018年4月，奥托父母在华盛顿特区法院起诉朝鲜政府实施酷刑和谋杀。法院判决朝鲜需要向奥托夫妇支付5.01亿美元的赔偿金。不过，美国法院的判决，朝鲜根本就不予理会。但是呢，奥托父母的杀招还在后面。虽然他们拿朝鲜没有办法，但是呢，有了美国法院的判决书，他们就可以对朝鲜在美国的资产下手。奥托父母频繁地出现在媒体，奥托的事情呢，整个美国都知道了，很多人都愿意帮助奥托的父母。2019年7月，美国司法部门扣押了一艘朝鲜的货轮，经过法院的裁决，这艘货轮拍卖的钱成为了奥托夫妇的赔偿金。2019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以奥托命名的法案，开始对朝鲜制裁，向任何与朝鲜有投资和贸易的个人或者公司进行制裁。这个法案迫使美国银行必须交代清楚朝鲜存在他们那里的资产信息。法案通过之后，奥托父母马上入禀法院，要求有关银行提供信息，最终查到了朝鲜在美国的3大银行储存的秘密资产。冻结的资产分别为摩根大通1757万美元，富国银行301万美元，纽约梅隆银行321万美元，总计2379万美元被冻结。奥托有犹太人的血统，奥托父母动用了犹太人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在全世界查找朝鲜在国外的资产。奥托父母的复仇还在继续，他们经常奔波于世界各地。夫妇2人以后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儿子报仇，让朝鲜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赚不到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收看，这是一个讲真实故事的频道，如果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关注一下，谢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